接上集，君然和商小飞一起送着唐永安出来。军武少，商小姐，我先走了，改天有空再一起吃饭。好，唐先生慢走。唐永安很快就开车离去。这时商太太也从酒店里出来了。小飞，陪妈去逛逛夜市，妈已经很久没有逛过夜市了。阿姨，小飞，我也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先走了。君然，我妈说什么做什么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小飞，没事，快去吧。商太太朝自己的车子走去，商小飞只得跟着母亲走。妈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要和君然保持着距离，那就是狡猾的狐狸，他不适合你，趁你们俩感情不深，赶紧断了。啦，我长这么大就喜欢过2个男人，你却一个都不支持我。以前我喜欢战印，你也说战印不适合我，说什么战士与我们商氏是死对头，不对付。我喜欢战印就是自讨苦吃。好了，战印和彤彤结婚，我死心了。好不容易和君然相处融洽，与他一起我也轻松。我不管他狡不狡猾，只知道他对我是真心的。妈再反对，我就告诉君然，我答应当他的女朋友了，公开我和他的恋情。君然太狡猾了，不声不响，不知不觉就把你的心勾走，连我都蒙骗过去啦。我的婚姻大事，你能让我自己做主吗？我不喜欢被你们牵着鼻子走，也不喜欢走你们给我铺好的大道。联姻的事，我是不会答应的，除非嫁的男人是我喜欢的。小飞，唐先生也是个优质男，你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，要在整片森林里挑选最壮最高最茂盛的那棵树。你也见过了唐先生，他是不是很好，长得帅，家世好，为人亦彬彬有礼，并不输于君然。最重要的一点是晚成人，你和唐先生在一起，以后回娘家都方便。若是你在婆家受到欺负了，我们娘家人也能随时去帮你讨个公道。不过唐家家风一向极好，你不用担心婆家欺负你。难道我和君然在一起，若在君家受到欺负，妈和大哥他们就不会去替我讨公道吗？况且我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主儿，向来只有我欺负人的份。你在宛城可以当螃蟹，横着走也没有人敢对你做什么，那是因为你背后有庞大的商氏集团，有你大哥给你撑腰，收拾残局。你若是和君然在一起，是在 A 市生活，你一个远嫁过去的女人，娘家那么远，谁宠着你，谁给你靠着？君然的工作就在宛城，长期都在这边生活，我和他在一起，以后也是在宛城生活的。就算要回 A 市，也就是逢年过节回去看看，陪陪长辈，能惹什么祸事？况且君家是什么家庭，妈也清楚，君家长辈都很开明，不会欺负儿媳妇的。君家的儿媳妇哪一个是省油的灯？个个背后都是有靠山的。难道我背后没有靠山？我远嫁，商氏就不给我当靠山了？我回娘家，娘家大门不再为我开吗？如果连君家这样的家庭，妈都不放心我嫁过去的话，我觉得妈还是留我在你身边当一辈子的老姑婆吧。以后别在我面前抱怨我快30岁的人了还不嫁。你个丫头，就不体谅老母亲的舍不得？妈说这么多，只有一点，就是舍不得你远嫁呀。妈就你一个闺女，你远嫁了，妈想见你一面，还得坐几个小时的飞机。君然的新房子就在咱们家隔壁，妈不用坐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只需要走2-3分钟的路就能看到我了。我每天都还能回家陪着妈吃饭呢。她总要回 A 市的，逢年过节回去一段时间，那是很正常的事。妈总不能让我一辈子都不回君家吧？就算是我嫁在宛城，婚后也几乎是在婆家生活，还不如嫁给君然呢。好歹和妈当了邻居，妈这边放菜下锅，我那边就能过来吃饭，多方便呀。我大嫂嫁得够近了吧？逢年过节，我大哥难道不陪着大嫂回娘家？同理，我若嫁给君然，当了君家的儿媳妇，逢年过节，我难道不应该陪丈夫回去看看吗？司机，停车！小飞，你下车。啦，你下车，我不要你陪着了。啦，如果刚才我说的话可能，伤到了你，我向妈道歉。啦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你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好的。见母亲不说话，商小飞只得下车。太太，小姐她脚长在他身上，他能自己回去，再让他坐在我的车上，我母女俩势必会大吵一架。司机无奈，只得重新开车。我妈还真是把我撇下了。商小飞很委屈，他懒得再回酒店开他的车，便拦了一辆计程车去找海童诉求。巧的是，唐永安也来了战印的别墅里。大少奶奶，商小姐来了。商小姐是坐着出租车来的。小飞的车子呢？海童很意外，忙站起来往外走。永安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我这张沙发有刺？我看你坐着浑身不舒服的样子。没有，
没有的事，就是哥，商小飞怎么会过来？我今晚过来找你，就是想说说商小飞的事。结果我前脚刚到，他后脚就来了。你跟商小飞怎么了？她是彤彤的表姐兼好友，随时都会过来的。我跟他没什么，就是我帮了商太太几次，商太太似乎，哥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多心，我总觉得商太太对我过分热情，也太好了点儿。看我的眼神，我心里有点发毛，那是丈母娘看女婿的眼神。好家伙，才多久，居然发展到丈母娘看女婿了？永安，你厉害啊！哥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我是觉得现在的商小飞变了点儿，不同以往，也觉得她很漂亮、弱势，但我不喜欢被人算计，更不喜欢被人牵着鼻子走。永安，你不会是真的对商小飞动心了吧？没有的事，我还是今晚才察觉到商太太的意图，现在我都怀疑她数次在路上出点小意外，偏偏被我发现送她回家是她一手策划的呢。哥，我知道商小飞曾经爱慕过你，还公开追求过你，我不会和她在一起的，总觉得不太好的样子。这不是重要的，他是喜欢过我，但我和他连开始都没有开始过。他知道我已婚后，也不再纠缠我。在爱情上，他倒是三观正得很。重要的是，他现在喜欢的人是君然，君家的五少爷。他们俩还没有公开恋情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商小飞和君然相处融洽，两个人对待感情都比较固执的。你插一脚的话，只会让自己吃亏受伤。哥，我没说我喜欢商小飞呀，君五少和商小飞在一起，我都看到了，也幸亏君五少在场。否则今晚那顿饭我会食不知味的。我也看得出来，商小飞一开始不知情，不过他也是个聪明人，后面似乎也意识到他妈妈的目的了，对我是客客气气，但绝无半点他意。你知道就好。商小飞有时候是有点任性，他三观比很多人都要正，只要你们俩没看对眼，商太太也没有办法。唐永安想想也是，松了口气。我就是跟我妈争辩了几句，说的也是事实，我妈辩不过我，竟然就把我赶下车了。彤彤，你大姨把我赶下车了，我可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她总是说她3个孩子最疼的就是我，把我当上掌上明珠的，居然把我赶下车。幸好那里能拦到计程车，要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她把我赶下车，我怎么办？我今晚不回去了。彤彤，你随便给我安排一间客房，我在你这里住一晚，或者你借辆车给我用用，我去我自己的房子住上几天，不回家，谁叫我妈把我赶下车？彤彤。商小飞忽然顿住脚步。唐永安也在，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？他也在呀。你一下车就说个不停，我都没有机会插嘴，怎么告诉你？永安在也没啥，他是来找他表哥的，不是冲着你来的。我刚刚说的话，他们俩应该没听见吧？我想应该没听见。商小飞这才淡定自如地和海童一起走向那2个男人。表妹夫，唐先生。以往商小飞是叫我名字的，今晚受刺激了吧？刻意叫我表妹夫。商小姐，君五少没有陪着商小姐过来吗？他还有要事处理，我让他忙去了。这几天他就要回 A 市去，他大嫂要生了。慕晴的预产期还没到吧？这么快就要生了？君然是这样说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慕晴怀的是双胞胎，我听说双胞胎会提前生的。老公，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准备2把金锁了？等慕晴的宝宝出生了，满月酒咱们肯定要过去的，给宝宝的见面礼我们提前准备好。我和慕晴聊天的时候跟她说过，我要当2个宝宝的干妈，再买几套新衣服，到时候问问奶奶，看看宝宝满月，我当干妈的要准备什么。她还没有生呢，满月还早得很，不用着急，不管要准备什么都不用多少时间的。我也想当干妈，不过我和慕晴不熟。你就不用当干妈了。商小飞反应过来，他要是和君然在一起，就是慕晴宝宝的五婶了。他有点不好意思，俏脸悄悄地染上了红云。哥，大嫂，我回去了。不多坐会儿，吃了宵夜再回去吧。我很少吃宵夜的，吃一次宵夜要花更长的时间来锻炼，才能保持我的好身材。大嫂，我还未婚呢，形象很重要的。你和你哥一样，他也说要保持好身材，不想吃宵夜。既然唐永安坚持要离开，海童便不再挽留，由战印送着自家表弟出去。彤彤，你借辆车给我用吧，我不在你这里留宿了。在我这里住一晚吧。不住了，战印表面上不会说什么，我若是真的在你们家住一晚，战印的脸会比砂锅底还黑。他敢给你黑脸看，我就让他睡书房。那我更要走了，要是因为我害得他睡书房，我怕这辈子都得看他的黑脸。好吧，车库里有几辆车，你自己挑一辆。有辆车代步就行，我不挑的。老公，小飞刚来的时候，永安和你说什么了？小飞一来，他就找借口离开了。没说什么，大姨的意图，永安和表姐都看透了。
永安是觉得不好意思，才找借口离开的。大姨这是给军武少添堵，安排情敌了。军武少做得够好的了，大姨还是不满意。两家门当户对，幼郎有情，妹有意的。哎，我大姨就是咬死了不同意。小飞跟他驳了几句，大姨还把小飞赶下了车。咱们就看看，不用说话。我知道他们来找我倾诉，我听着就是不会主动插手管他们任何一队人的事，我就安安静静的当个吃瓜群众吧。君然回 A 市才2天，穆晴就生了。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商小飞，与商小飞分享他的快乐。君然，恭喜你又当叔叔了。谢谢，这回我是当亲叔叔。我大嫂生了一对龙凤胎，我们家里人都很开心，特别是我大哥，恨不得买一车的鞭炮回来放炮庆祝呢。可惜的是 A 市禁炮，不能放。龙凤胎啊，好羡慕呀，太羡慕你大嫂了，一胎便有儿有女，宝宝长得很可爱吧？有相片吗？发几张相片给我看看。宝宝还在保温箱里，我只看到一次，现在还小小个的，不过也很可爱。我拍了相片，一会儿发给你看。我妈说宝宝是一天一个样的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得很可爱。恭喜恭喜，太羡慕了，希望我大嫂也能生对龙凤胎啊！不行呢，我大嫂怀的是单胎。小飞，有话就说，不用欲言又止的。我不在管城的时候，你妈有没有给你和唐先生制造独处的机会？有呀，一天见几次面呢？我下午就坐飞机回管城。逗你的，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已经2、3天没有看到过唐先生了。我也要回去，公司里事情多。那您几点到？要我去接机吗？我订好机票就截图给你看。好，晚上一起吃饭。行，我先去忙了。好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别太劳累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。知道了，目前我的投资还算顺利。你们都是有天分的人，那你先忙，晚上再见。结束了通话后，君然准备回住院部，看到父母从里面出来，他迎上前去。爸妈，你们要回去了吗？我们先回去，你要是想留在医院陪着你大哥也行，你大嫂也不用我们照顾，你大哥什么都亲力亲为。我跟爸妈一起回去，我准备订机票回管城了，公司里事情太多。你不是说会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吗？怎么又突然要回公司了？公司没出大事吧？没什么大事，但很多重要的事情也需要我处理的。我现在订机票，下午就飞过去，等到2个宝宝满月了我再回来。不是公司有事，是惦记着商小姐吧？我回来这几天是人在家里，心在管城。老五，加油！妈精神上支持你，实际行动上若是需要妈帮忙的，你尽管开口，只要你一通电话，妈就坐飞机过去帮你追妻。妈，你儿子是那么没用的人吗？追妻还是靠自己更显得有诚意。对，就是要自己来，这种事别人也帮不到你。没经验的话，向你大嫂讨几招，她以前是写小说的，笔下的男主角很会聊妻，你向她讨招数绝对有用。我以为妈会让我向大哥求助。你大哥的爱情路线你们无法复制，他腹黑的要命。你大嫂13岁的时候，他就瞄准了人家，在背后不知道干掉了多少情敌，才等到你大嫂主动跳入他的情网。他没什么追妻的好方法，你找他还不如找欧阳小子呢。那不用了，我觉得我想到的法子也是有用的。妈就是让你下车，咱们都能彼此冷静一下。你却在外面几天不回家，妈担心你。你倒好，在外面逍遥自在的。我以为妈还很生气，不敢回家，再让妈火上浇油，才会在这里住上2天，等妈气消了再回去。你这栋房子太冷清了，安排2、3个人过来住着守房子，也有点人气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妈晚上要出席慈善晚会，你陪妈一起去。妈，你知道我向来不喜欢参加宴会，你找彤彤陪你去，或者叫海玲姐都可以。你现在是个生意人，生意人重在交际，你不与人交际，怎么谈生意？在宛城，你是能谈到生意，那是别人看在你大哥的颜面上，看在商家的地位上，给你的面子。好在你们的菜场种植的蔬菜很不错，不至于让人诟病。离开了宛城，在其他城市，谁是你商小飞是哪根葱？妈带着你参加宴会也是为了给你铺路。彤彤也不喜欢这种场合，但他有责任心，有上进心，愿意去学，去融入这个圈子。他现在和以前相比，自信心达到了90%。况且战印也要出席慈善晚会，彤彤自然是陪着战印的，哪能再陪着吗？你才是妈的女儿呢。海玲姐呢？妈可以带着海玲姐去。海玲什么脾性你不知道，连彤彤都叫不动她，更不要说妈了。海玲晚上还要照顾洋洋呢。好吧，我陪着妈去参加就是。咱们商氏集团会捐赠多少钱与物？
晚上你就知道了。那唐先生会出席吗？我哪知道，我又不是唐先生肚里的蛔虫。因为晚上要陪着战印出席慈善晚会，海童想早点关门，送杨洋回姐姐的住处。沈小军来了店里，彤彤，我看店，你想干嘛就干嘛去，我在家里躺着烦死了，好不容易磨得苏南松口，让我出来走动走动。我看门，我宁愿在店里坐着看小说，拍苍蝇，也不想在家里躺着当猪，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，真的是把我当猪养。彤彤，我这刚怀孕呢，还有8、9个月的时间才能卸货，想想要被苏南当成猪来养，我头痛。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总有一天这句话我会还给你的。彤彤，你晚上要出席慈善晚宴吧？哎，我现在只能听听，不能参加了。早知道怀个孕会失去自由，我就避一避了。刚结婚就怀孕，2人世界都还没有过够呢。你要回去做准备吗？我先送杨洋回去，他今天下课后说想我，阿七就送他过来了。那你快去吧，我在这里看店，好久没有在这里坐着了，不知道那些小皮猴想不想我。你留在这里看店，要不要跟苏总说一声？不用说，他知道的了。再说了，你看看外面那一排保镖，我不说，他们不会说。看店，他不会拦着的，就是坐着收收钱。那行，你在这里看着，我送杨洋回去。去吧。海童带着杨洋先去了春暖花开。云初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没有反应。于姨，杨洋礼貌地叫了云初一声，还是没有反应。可能是杨洋叫的不够大声，你云姨没有听见。于姨，杨洋来了呀。杨洋是和妈妈一起来的吗？我是和小姨一起来的。于姨，我和小姨进来后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刚才叫了你1次的，你也没应我。杨洋，对不起，云姨刚才在想事情，想得太入迷了，没有听到你和你小姨的脚步声。海童，你来了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的？晚上要陪战印出席慈善晚宴，下午想关门回家做准备工作的。杨洋上午去了我那里，我先送他回我姐家里，路过你这里就进来看看。云初，你家里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吗？他们威胁不到我，我是担心天雷考不好。你说你弟弟成绩很好的，不用担心，他只要如常发挥，就能考上心仪的大学。但愿吧，高考结束也是我向天磊摊牌的时候了。海童，我问你一件事。云初，你问吧，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。战逸晨这2天像失了踪一样，他是不是出差了？海童有点意外，云初问的却是战逸晨的去向。平时他像块牛皮糖似的黏着我，让我烦得很，不想搭理他。当他2天不来了，我又忍不住问问他的去向。逸晨没有告诉你吗？他什么都没有说，突然间就2天都不露面，电话也没有。他是不是出差了？是离开了管城，去办点事，过几天就能回来了吧。战逸晨既然没有告诉云初，海童也选择隐瞒。其实战逸晨去了是求成医生帮云初治眼睛。怎么2天不见就想他了？云初，逸晨对你是真心的，他和他的家人都不会嫌弃你看不见。当初你2个大姑姑去见我2婶的时候，2婶就很霸气的回应他们，哪怕你看不见，只要逸晨喜欢你，他们就都喜欢你，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只要会花钱就行。我也能理解你的担忧，其实我也有过，当自己试着去了解、去融入的时候，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难，也会发现他们是真的很好。长辈是我见过最开明的长辈。你是家世的问题，人却是健健康康的，很容易跨过去。我却是个瞎子，看不见啊，到现在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云初，你的眼睛会好的，逸晨也会帮你请最好的医生帮你医治眼睛的。海童，我们不聊这些了，逸晨出差时间若是能长一点更好，我们等于分开一段时间，彼此冷静冷静，说不定他会放弃的。除非逸晨没有动真心，否则他都不会放弃你的。小姨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小孩子在一个没有玩具、没有玩乐的地方是待不久的。杨洋也一样。杨洋觉得云姨这里不好玩吗？是不好玩。他没有带着玩具出门，待不住。云初，你先忙，我带他回去。行。云初，你不用送了，我们走了。云姨再见。海童送杨洋回姐姐的身边，又在姐姐的租房里闲聊了片刻才离开。海童刚走，陆东明就来了。